那台被撞得严重变形的奔驰轿车，就这么被沉重的大货车压在河中，缓缓下沉，根本无法救援。这一条河是临安江的支流，水深起码也得有10几米。白旭阳一时间没缓过神来，秦桂林被他压在身子底下，吓得脸都白了。如果这2人刚刚上了车，此刻想必已经葬身河底了。小庞下水救人！苏无忌喊道。在那奔驰轿车里还有个司机呢，虽然副驾被撞扁，但是驾驶室还有大体框架，说不定司机还没有被当场撞死。而肇事大货车的驾驶员在落水之后可能也活着，想要证明此人是不是有意谋杀，必须抓活口。小庞听到了命令，直接几个箭步便冲了下去。然而苏无忌比他冲得还快，主仆2人一先一后地跃入河中。白旭阳和秦桂林带来的那些保镖此刻也终于回过神来，喊道：保护少爷！他们都围到了2人的身边，但是却没有一个下水救人的。都给我滚开！要是指着你们保护我，我早死透！白旭阳吼了一声，起身推开保镖，冲到了河边。不过他犹豫了一下，却并没有下水。以白大少那只能在平静泳池里有几个来回的水平，要是跳下去的话，估计直接被2台车下沉所引起的漩涡暗流带走了。这短短不到1分钟的功夫，白旭阳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秦桂林的状态则是更差一些，他的嘴唇发白，2条腿还在哆嗦，现在都还没能从地上爬起来呢。白旭阳往水中看去，2台车几乎已经被完全淹没，而苏无忌和小庞也不见了踪影。他的大脑一片空白，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喊道：苏无忌！没有人给他回应。又是1分钟过去了，这短短的时间却让白旭阳觉得度秒如年，脑袋中有种强烈的晕眩感。他的确非常讨厌苏无忌，看到对方脸上那轻佻的表情就觉得反胃，可是对方刚刚却救了自己一命。白旭阳知道苏无忌踹自己后背那一脚的时候，也是置身于重卡正面冲撞之下的。他明明可以早早躲开，不管不问看好戏，可这个小混混还是救了刚刚踹他一脚的人。而现在苏无忌还是第一时间决定跳河救人。白旭阳的心情简直复杂到极点，跟他比，自己又算什么男人？又过了1分钟，秦桂林终于艰难地挪到了河边。他看了看下方，腿更软了，因为从这里到河面足足10几米，5、6层楼高。要是跳下去姿势不对的话，说不定都能被水面给当场拍晕了。秦桂林往后面退了2步，难以置信地问道：他俩就这么跳下去了？白旭阳没吭声，始终盯着水面。这边的动静引起了一些路人关注，他们都停在了河边，看着河里的情况，但也没有谁贸然下水的。秦桂林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不会淹死在里面了吧？白旭阳紧紧攥着拳头：一定不会的。秦桂林面色苍白，接着说道：是他主动跳下去的，要是淹死了，和咱们2个可没关系啊！你这他妈的说的是人话！白旭阳猛然转身，一把揪住秦桂林的领子，往他的脸上重重打了一拳。秦桂林被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揉了揉脸，喘着粗气：
你那么用劲干什么？是我说错话了，我也想让他上来，可这么久了，要是换成我，早憋死了。白旭阳的额头上青筋暴起，吼道：你他妈给我闭嘴！3分钟过去了，终于一个脑袋先露出了水面，是小庞，在他的手里面还拽着一个人。白旭阳认出来，那不是自己的手下，必然就是卡车司机了。如果这卡车司机还活着，那么究竟是无意肇事还是故意杀人，就能审出来了。然而刚刚坠落的位置太高了，直上直下，即使小庞靠了岸也上不来。白旭阳扭头四下看了看，指着100米开外说道：往那边游，那边有台阶。说着他疯狂朝着那边跑去，保镖也呼啦啦全都跟上。秦桂玲也爬起来，软绵绵地跟在后面。就在小庞朝岸边游的时候，苏无忌的脑袋也终于露出了水面。他大口呼吸着，胳肢窝里也夹着一个失去了知觉的人。此人穿着黑西装，正是白旭阳的保镖。往这边游，这边游，这边。白旭阳在台阶上大喊。苏无忌艰难地游到了岸边，而白旭阳则是已经跳进了水里。岸边水浅一些，没到了他的大腿。就算是不会游泳的人，这个深度也没什么危险了。抓住我！白旭阳伸出手拖住了苏无忌，后面的保镖也纷纷跟下饺子一样，冲到了水中，要把白旭阳拉上去。别管我救人！白旭阳喊着，和那些保镖一起，直接把苏无忌和司机拉了上来。快先救人！苏无忌上岸之后，没有丝毫休息，立刻开始按压着那司机的胸口。他救人的动作极为专业，神情极为专注。终于，在司机吐出了一大口水之后，醒了过来。冲哥，你怎么样？白旭阳扶着他的肩膀，连忙问道。这不是普通的司机，是跟随白旭阳多年的贴身保镖，名叫程冲。他深得白旭阳父母的信任，有些时候也能给白大少一些建议，属于半参谋半保镖的角色，有点类似于穆千羽身边的李清晨，只不过不如后者厉害。程冲清醒了10几秒钟之后，没理白旭阳，而是转身寻找某个人。在看到了苏无忌之后，程冲单手撑着身子，跪在岸边，重重磕了个响头。白旭阳看着程冲给苏无忌磕头的样子，眼神有些复杂，没有多说什么。紧接着他又走下水，因为小庞也游到了岸边10来米的地方。快游过来，拉住我！白旭阳喊道。然而小庞却没搭理他，扛着卡车司机直接从水里站了起来。2米多的大个头，岸边的水已经淹不到他的脑袋了。这家伙真的是个体力怪。苏无忌在水下待了几分钟，都满脸涨红，气喘吁吁，而小庞憋了那么久的气，此刻竟然连深呼吸都不需要。砰！小庞上了岸，直接把卡车司机丢在地上。白旭阳本以为小庞也要给他做心肺复苏，可没想到小庞随后重重一拳砸在了对方的肚子上。这司机被砸得当场对折，呕了一大口水。他捂着肚子蜷缩在地上，显得无比痛苦。白旭阳大喊：快给我控制住他！几名保镖扑上来，将这司机按得趴在地上，死死压住他的手脚。而这时候苏无忌则是对程冲摆了摆手，说道：别整那么大事儿，磕什么头啊！
说着，他伸手将对方拉了起来。不过他的动作做到一半就停住了，随后双手架起程冲，小心翼翼地扶他坐好。因为苏无忌看到程冲的脚踝已经严重扭曲变形了，程冲完全无视自己脚踝的伤势，很认真地说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磕个头实在不算什么。苏无忌笑了笑，那还不如给点钱。程冲倒是当真了，只要您一句话，我程冲攒下的所有家产都可以双手奉上。苏无忌摇头一笑，爱举手之劳罢了。他说得轻松，但白旭阳的声音却从旁边响起：这可不是举手之劳。这语气里明显有着复杂。苏无忌，那是你太弱鸡了。程冲接着说道：我当时是有意识的，但是脚踝和胳膊都被撞断，身体被变了形的车架压住，根本挣脱不开。如果没有您……一开始程冲被撞得晕头转向，落入水中之后想要挣扎，可呛了好几口水。过了2分钟，意识便开始渐渐模糊了。然而在彻底失去意识之前，他有半分钟是眼睁睁地看着苏无忌想方设法地撬开车架的。那半分钟里，程冲有着前所未有的强烈求生欲。然而徒手撬开严重变形的车架，在陆地上有工具尚且做不到，在水里的无氧环境中就几乎不可能了。看苏无忌想方设法救着自己，程冲终于失去了意识。等他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在岸边了。苏无忌对程冲说道：也是巧了，那个车架几乎被卡车撞断了，不然我也掰不动。至于当时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只有苏无忌自己清楚。程冲说道：当时真的太危险了，卡车就压在我的车上面，要是翻下来你也逃不了。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来表达。苏无忌摆了摆手：行了，别说这些，我救人的时候也没想着图什么。白旭阳看着苏无忌：冲哥对我很重要，你救了他，我是不是也得给你磕一个？苏无忌脱掉上衣，拧着衣服上的水，呵呵一笑：那免了你要给我磕头，我还得给你压岁钱。对于这句占辈分便宜的话，白旭阳居然没反驳什么。然而紧接着，他的眼光却是一致，因为苏无忌已经拧完了衣服，可衣服却染上了不少暗红色，那是血。再看苏无忌的手，又已经变得鲜血淋漓了，在那掌心之中有着好几道深口子，应该是掰开变形车架的时候划伤的。程冲看了看自己的胸口，他的衣服也染上了暗红色，但由于是黑西装，没那么显眼。但之前苏无忌就是用着这双布满伤口的手，用力给他做心肺复苏的，这得多疼！佩服。白旭阳深吸了一口气：别你白大少的佩服，我可受不起。苏无忌说道：白旭阳，我当过几年兵，自认为没有你的意志力，甚至还差得很远。苏无忌，我认识的那些当兵的意志力可都比你强多了。秦桂林的声音终于响起：那个，刚刚那一脚，不好意思啊。苏无忌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要不是你把我踹得肚子疼，我救人的速度还能快一点。秦桂林挠了挠头，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支烟递给了苏无忌，后者接过叼在了嘴上。秦桂林摸出火机，再凑过去主动要帮苏无忌点烟。这个场景要是让首都世家子弟们看到，估计得让不少人惊掉下巴。
然而苏无忌却把火机推到一旁，说道：“我不抽烟。”啥？秦桂林懵逼了。大哥，你不抽烟，你一直叼着烟干什么？苏无忌斜眼看了看他，我装的怎么不行啊？秦桂林看了看那沾满了血迹的湿衣服，想着之前这衣服上还有自己的脚印，心里便有些别扭。之前对不住了。他觉得有点内疚。你这衣服啊，我赔你。苏无忌，我这衣服可贵了。秦桂林说道。多少钱？我有钱赔得起。苏无忌叼着烟，眯着眼。从意大利最著名的手工师傅加萨耶那里定制的，一套88万。88万。白旭阳觉得这个数字有点耳熟，好像自己也当过这冤大头来着。秦桂林第一反应是，意大利的加萨耶不是死了好几年了吗？苏无忌一挑眉毛，我就是在他死之前定制的，你管得着吗？秦桂林这时候倒还显得挺痛快。行，我赔。苏无忌毫不客气地掏出手机，扫码付钱。然而秦桂林扫码之后，脸色变得有点难看。我的卡怎么限额了？现在只剩2万8的额度了。赖账不想给？苏无忌呵呵一笑，真不是，8成是我爸搞的。秦桂林说道。要不等我回了首都？别等你回去，就现在。苏无忌说道。先给2万8也行。这2万8到手，起码能赚27800。那绿色西装外套就是200块不到淘来的。行。秦桂林干脆利落地付了钱。而这个时候，好几台警车已经赶了过来。毕竟这种严重的交通事故在整个临江省都不多见。白旭阳本想把这事儿压下来自己解决，但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了。他想了想，还是给父亲的老部下李洪成打了个电话。李哥，我来林州了，出了点事，差点被撞死。怎么回事？李洪成的声音立刻提高8度。肇事司机已经被我控制住了，我不确定是不是故意杀人，我把人给你们，你们审一审吧。白旭阳说着，扭头盯着那名卡车司机，眼神凶狠。那司机似乎生无可恋，也不挣扎，眼神都有些空洞。好，李洪成立刻说道。我正在省厅开会，马上回去，把位置给我，我让湖滨分局立刻接手这案子。要是白旭阳在灵州出了事，李洪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向老首长交代。10分钟后，朴妍希便带着刑警队来到了现场。我去，这个女警官真漂亮啊！秦桂林的眼睛都亮了。好像不自云木千语。确实，此刻的朴妍希穿着制服，那飒爽的味道扑面而来，哪怕戴着帽子，也无法遮挡住那惊艳的容颜。白旭阳倒也觉得秦桂林说的没错，似乎在看了这个姑娘之后，刚刚惊魂未定的心都沉静了下来。警官你好，我是秦桂林，今年26岁。秦桂林率先上前，热情地对朴妍希伸出手。我是车祸事件的亲历者，警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然而朴妍希却没跟他握手，而是抬手敬了个礼，随后问道：肇事者和伤者在哪里？紧接着他便看到了赤着上身的苏无忌，正拎着一件沾了血的西装。朴妍希的眼波中瞬间涌出了担忧的光芒。你是伤者吗？朴妍希问道。苏无忌看到了朴妍希眼中担忧的光，
摇了摇头。车架变形掰开的时候把手划伤了一点儿，不碍事。朴妍希说道。所以你目睹了全程？没错，从头到尾。苏无忌说道。朴妍希环视了一下现场，安排道：留下一组查看现场，其余人都带回局里问话。随后他指了指苏无忌：你上我的车，我亲自问你。妍希，你这演得太明显了吧？苏无忌懒洋洋地坐在后排，他的衣服还在往下滴着水呢。其实苏无忌和朴妍希之间的熟人关系，大部分警察并不清楚。在湖滨分局，除了李洪成之外，灵州的很多警察还以为苏无忌是那个披着恶少万一的纨绔呢。不然的话，苏小处这大善人的名声早就传扬开了。朴妍希从后视镜里看了看苏无忌，眼眸里的担心已经溢出来了。我从来不反对你救人，但你首先要确定自己的安全。这3天2头的受伤，我怎么向赤焰姐交代？苏无忌咧嘴一笑：你是担心我故意把苏赤烟拉出来当挡箭牌？两码事，别乱讲。朴妍希抿嘴说了一句，他这有些担忧又生气的样子，偏偏不经意间透出一股更让人心动的感觉来。苏无忌看着后视镜，觉得简直美呆了。这时候他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了穆千羽的那一弯笑眼。怎么都那么好看，不知道该选谁了。苏无忌心道，他忽然觉得自己有点渣男。然后他的脑海里又飘过了萧英磊的腿，以及许家烟的胸，还有被江晚星染红了的沙发，以及他在浴室清洗时传来的水声。什么时候竟然控制不住想这些？苏无忌拍了拍脑门，他感觉到自己的脑子里充满了浓郁的女人味儿，正通过鼻孔往外疯狂地冒着气。正好停下等红灯，朴妍希扭头看着苏无忌，发现后者正弯着腰，把2条小臂交叠压在小腹上。你怎么了？朴妍希问道。肚子不舒服。苏无忌的表情有点尴尬。可能是下了水着凉了。朴妍希探过身子，直接拉住苏无忌的手，看了看他掌心里的伤口，摇了摇头。晚上你去我那儿，我给你上药，又得忍着疼了。说这话的时候，朴妍希完全没意识到，这手上的伤势，苏无忌其实是可以左右手互相自行清理的。苏无忌当然不会拒绝。好啊，我晚上就睡你那儿，不走了。这以前可以，现在不太方便。朴妍希想了想，居然拒绝了。为什么2楼不是有我的卧室吗？苏无忌大为不解。朴妍希笑了一下。我不想千羽误会啊。苏无忌不爽了，咕哝了一句。他误会个毛，他难道不该讲究个先来后到？就算是要排座子，也得把你排大房啊。朴妍希正好按了几声喇叭，没听清。什么房？苏无忌挠了挠头。还没啥，我就是表达了一下我的美好愿望。嘴瓢了，怎么一个不小心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这时候绿灯了，朴妍希启动车子，问道：车祸是怎么回事？苏无忌看着中间后视镜，里面映着朴妍希的动人俏脸。有人要杀白旭阳或者秦桂林。你怎么看？朴妍希问道。司机应该是被收买了，我看他那表情不一定知道真相是什么。苏无忌说道。大概已经身患绝症，视死如归了。在灰色地带打拼了这么多年，类似的事情苏无忌真的见得太多了。首都的纷争
都蔓延到林州了，你可别卷。朴妍希本想说你可别卷到这些危险里面去，但一想到苏无忌已经主动置身于局中，于是又把后半句话给咽了回去。与此同时，他清澈眸子里的那一抹担忧也深深藏了起来。朴妍希或许清楚，或许也没意识到，自己生活的一大半重心都已经在这个弟弟身上了。等到了湖滨分局，审讯结果和苏无忌所预料的一样，确实是买凶杀人。那货车司机已经肠癌晚期，有人给了他300万，让他撞死白旭阳。这司机本来并不想做，但对方还说了，如果他不做，那么等这司机病死了，他老婆孩子会受尽折磨。无奈之下，他只能答应。但对方还给了这司机一个附加条件，必须成功。如果白旭阳不死的话，他一样收不到钱，老婆孩子也会天天被骚扰。所以这才是他被救上来之后面如死灰的原因。此时湖滨分局的会议室里，白旭阳面色沉沉，秦桂玲则是一直在偷瞄朴妍希，苏无忌则是窝在沙发里，双手缠着止血绷带，已经开始打呼了。他的心很大，反正杀手的目标又不是自己。朴妍希翻了翻审讯笔录，道：白先生，你们是被跟踪了，这个卡车司机全程都被遥控指挥，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撞击，甚至撞击时需要多少速度，都被安排得非常详细。局长李洪成已经赶来了，他面色严峻地坐在会议桌前，沉声说道：这是遇到高手了。朴妍希说道：现场监控并没有被破坏，刑警队正在排查所有可疑人员，但桥边车流量太大，结果不一定乐观。李洪成问向白旭阳：旭阳，你最近得罪了什么人？白旭阳和秦桂玲对视了一眼，然后两人同时看向了苏无忌。李洪成见状，居然立刻说道：肯定不是他做的。白旭阳诧异地看了一眼李洪成，这位父亲的老部下对苏无忌的信任似乎比对自己还多。我没说是苏无忌做的，他毕竟还救了我，只是最近确实只和他起了一点小矛盾。白旭阳闷闷说道。然而李洪成接下来的一句话更是让白旭阳和秦桂玲震惊。旭阳，我来说句公道话，就算是你们和无忌起了冲突，大概率也是你们有错在先。你自己听听，你这句话公道吗？秦桂玲刚想反驳几句，但一想到苏无忌救了自己一命，于是又把嘴巴闭上了。李洪成看着白旭阳，所以仔细想想，你的仇家还有可能会是谁？白旭阳陷入了沉思。总不能是还在主持银行开业仪式的穆千羽吧？李洪成起身走到了白旭阳的身边，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语气里透着语重心长。旭阳，这里没外人，你李哥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白旭阳只想让李洪成别说了，刚刚那句所谓的公道话都已经很不公道了，再掏心窝子，自己还要脸不要了。旭阳，你也老大不小了，咱们以后别那么冲动，为了所谓的兄弟四处结仇，真的不好。李洪成说道。白旭阳似乎没听进去，他抬手指了指苏无忌，听说他也经常惹事。然而李洪成直接说道：他和你不一样。白旭阳的表情有些不愉。李哥，你是我爸的老部下，不是他爸的。这显然是在提醒着李洪成摆正自己的位置，毕竟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非常讲究站队，要是站错了立场，
李洪成可能就前途尽毁。李洪成叹了一声：旭阳，你应该了解我的为人，如果你爸他知道你这样想，那他一定会很失望。白旭阳不轻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似乎有点不爽。他又看了看苏无忌，那家伙还睡得正香呢，似乎自己在遇到了他之后，没有一件事是顺的。此刻，白大少再次有了一种被比下去的感觉。在短暂的沉默过后，他竟是忽然释然地笑了一下，站起身对李洪成说道：李哥，你其实误会我了。说着，他抬手指了指苏无忌，语气郑重：我已经很久没遇到让我佩服的人了，他是唯一的一个。听着白旭阳的表态，李洪成似乎松了口气，笑着说道：好，白家没有孬种，兴趣些勋杰色基，熬去。白旭阳说道：我比我爸还差得远。李洪成看了一眼正犯花痴的秦桂林，说道：你和无忌多交往交往没坏处，尽量别和那些狐朋狗友接触了。白旭阳稍稍一愣，随后点点头。李洪成这次对苏无忌的亲切称呼再次引起了他的重视。秦桂林听了这句话，把目光从朴妍希的身上挪开，咧嘴笑道：李局，你放心吧，旭阳身边现在可没什么狐朋狗友，平时他就和我玩的最多。李洪成投去了一个看傻子的眼神，随后说道：你高兴就好。说完之后，他走出了会议室，亲自去给老首长打电话说明情况了。秦桂林拍了拍好兄弟的肩膀：你也别郁闷了，我比你还惨，连银行卡都被我爸给停了。白旭阳没搭理，他不是没脑子的人，此时正在思考为什么李洪成这个以正直而出名的分局一把手会如此看重一个开夜店的年轻小老板，除非他们之间本身就有着某种特殊的共性。而这时候，秦桂林已经挪到了朴妍希的身边，他把手机的添加好友界面打开，放到对方眼前。你好，朴警官，我单身，可不可以加个好友？朴妍希抬头淡淡一笑：不好意思，我不是单身。说完之后，他的眼光不着痕迹地落在了苏无忌的身上，随后又收了回来。你有男朋友了啊？秦桂林笑道：我想看看他长什么样。他以为这是朴妍希的托词，然而一道声音却在他的身后响起：她男朋友就长我这个样子。这声音的主人居然是刚刚还睡得正香的苏无忌。秦桂林转过脸讪讪一笑：哥们，别开玩笑了，咱们现在也算是朋友了，是我先看上的朴警官啊。苏无忌斜眼看着他：谁跟你是朋友啊？秦桂林嘿嘿笑道：咱们不打不相识，你救了我的命，我肯定会好好回报你的。苏无忌双手插兜，冷眼相看：所以你的回报就是呛我的女人？朴妍希站起来，轻轻瞪了苏无忌一眼：别乱说。这眼神只有苏无忌能看出来，其中意味似嗔似怪，但绝不是生气。秦桂林听到朴妍希的否定，更开心了。我说无忌，一看朴警官就不是那么好追的人，这个硬骨头就交给我来啃吧。你啃？苏无忌强忍着把秦桂林牙齿掰下来的冲动，冷冷一哼：那我啃什么？秦桂林凑过来，打开了手机通讯录的某个特殊分组，小声说道：看这些都是宁海林州江南这一片的妹子，你翻翻他们的朋友圈，只要有你喜欢的，2个小时之内空降到你房间，而且我保证照片和真人绝对没差别。
苏无忌也露出了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然后抬手指了指墙角的摄像头，这里是警局大哥。然后他直接抽走了秦桂林的手机，走出去塞到门口警察的手里，说道：警官，我举报有人拉皮条。李洪成那句评价的含金量还在上升。等白旭阳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天色已沉，苏无忌已经不见踪影了。他想了想，还是给苏无忌发了个消息：你在哪里？走，吃点饭，聊聊天。苏无忌很快回了一条文字消息过来：不热。白旭阳：那去喝点酒。苏无忌：我滴酒不沾。白旭阳的鼻子差点没给气歪了。你一个开酒吧的，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抢 DJ 话筒喊着全场苏公子买单，你现在告诉我你滴酒不沾？虽然苏无忌救了自己，可这家伙怎么还是那么讨厌？想了想，白旭阳还是忍气吞声地问道：那去临江边走一走。苏无忌干脆回过来一条语音消息，语气里满满都是不耐烦。正温香软玉在怀呢，别打扰我。白旭阳深吸了一口气，调整了一下发毛的心情，随后又发了一条消息过去：救命之恩总得报答，你开个条件，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他倒是没有什么施舍的意思，而是被苏无忌今天跳水救人的行为给震撼到了。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多的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多的是背后捅刀子的人，最稀缺的就是苏无忌这种人。然而白旭阳的这条消息却没能发出去，因为突然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感叹号，以及一条系统提示：火鸡为锅巴开启了好友验证，你还不是对方朋友，请发送朋友验证请求，对方验证通过后才能聊天。苏无忌居然把白旭阳给拉黑了，白旭阳的心态差点给整崩了。堂堂白大少，什么时候这么卑微过？他想了想，又一次忍气吞声地发送了好友验证。秦桂林不知何时已经凑了过来，他看了看聊天内容，说道：魏旭阳，你有没有觉得你有点像是他的舔狗？白旭阳有气无力地看了他一眼，道：我现在觉得李哥评价你的那句话说得真对。秦桂林一头雾水，他什么时候评价我了？铃木银行的开业典礼结束之后，午宴一直进行到下午4点钟。等穆千羽送走了所有宾客，已是太阳西斜。他回到了总行董事长办公室，把高跟鞋脱下，揉了揉发酸的脚踝。忙碌了大半天，他的心神有些疲惫。昨夜本就有些失眠，此刻困倦之意涌上来，只想窝在这柔软的沙发里，好好眯上一会儿。某个家伙虽然没有亲自出现，但他的心意，穆千羽是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想了想，他还是给苏无忌发了个信息：今天铃木银行开业典礼，你也不来，给你留了嘉宾席位呢。穆千羽以往可从来没这么主动地给其他男人发过信息，尤其是这句话的末尾还带着一个似嗔似怪的语气助词。苏无忌的消息很快回了过来：嗨，没顾得上，光忙着泡妞了。想着麦克斯韦和必康药业的重磅捧场，穆千羽的笑颜中透出了一股甜意。他回了一条消息：你这些泡妞方式，别地姑娘哪里可能接得住，一下子就被砸晕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在泡我，我接得住，我没晕。发完了这条消息，穆千羽感觉到自己的俏脸热热的，好像也没那么累了。苏无忌，
现在我旁边的这个妹子好漂亮，身材好的要命，你要不要来看看？穆千羽，这种事儿我去不合适，不当你的电灯泡了，算了。这条信息发出去之后，他看着末尾的那个拉字，摇了摇头，自言自语：这真不像我。穆千羽把手机放到一边，正准备眯上一会儿，可这时候却又来了个信息。一看号码，他立刻坐直了身体，困意进去。而信息内容是：那小子真不错。穆千羽的眸光微明，因为他之前可从来没见过这位前辈这么主动的夸人。这已经是苏无忌第2次收到他的赞赏了。穆千羽回了一条消息过去：前辈，请问发生了什么？对面回了一条却答非所问，内容是：你的棋盘不一定能容得下他。穆千羽眸光微明，对着信息沉思了好一会儿，随后展颜一笑，轻轻自语：那这岂不是一件好事儿？这时候敲门声响起。小姐，是我。这是李清晨的声音。穆千羽立刻起身穿鞋。他知道，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李清晨绝对不会这个时候来打扰他的。陈叔，怎么了？李清晨把手机递过来，说道：小姐，你看看这个。这居然是苏无忌和白旭阳在河边的视频。李清晨说道：苏无忌虽然没到典礼现场，但一直在白旭阳的必经之路上等着他。这视频的拍摄点正好是旁边的市政监控，收音都非常清楚，也不知道李清晨是怎么拿到手的。穆千羽是我的好朋友，你要是欺负他，我不答应。只要你不再找他的麻烦，我是愿意跟你道个歉的。听着苏无忌跟白旭阳的这一系列对话，穆千羽的眸光微明，眼睛里波光闪动。他居然愿意为了我道歉。穆千羽红唇翕动，眸光轻闪。李清晨说道：是啊，小姐，对于他们这个年纪的男人来说，面子胜过一切，可他却愿意向白旭阳低头。其实苏无忌这表现比堵着白旭阳把他打上一顿更让人感动。穆千羽轻轻应了一声，继续看着视频。紧接着他就下意识地紧紧攥住了拳头，因为他赫然看到秦桂林居然踹了苏无忌一脚，而以张狂而出名的苏少爷被踹得后退了一步，竟然没有还手。穆千羽似乎觉得自己的喉咙被某种情绪给堵住了，有些话想说，却根本说不出来。接下来他便发出了一声惊呼，控制不住地捂住了嘴。因为惨烈的车祸突然间发生了。苏无忌在落地之后立刻喊着小庞一起从10几米高的桥边跳下，不顾危险地去救人。在接下来的视频里，2台车沉入水底，苏无忌也有几分钟不见踪影。在这几分钟内，偌大的董事长办公室里似乎连呼吸声都听不到了。终于，当苏无忌的脑袋从水面浮出来的时候，穆千羽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的掌心里已经全是汗水了。穆千羽继续看着视频，任由眼泪流下，划过精致的脸颊，打湿胸前的衣服，却无心擦拭。等他看到苏无忌拧干了衣服，衣服却变成血红色的时候，泪水更是汹涌而出。视频播放完了，穆千羽立刻把进度条拉到最开始的位置，从头看起。李清晨看着穆千羽泪流满面的样子，轻叹了一声。他也算是看着穆千羽长大的，知道自家小姐是个倔强性子，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不受控制的流过眼泪。
摇了摇头，李清晨没有多说什么，轻轻关门离开。不知过了多久，穆千羽起码把视频看了10遍以上，才抽了抽鼻子，回过神来。他也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位从不夸人的前辈会突然说了一句“那小子真不错”的评价了。他必然也是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被这个青年震撼了一下。走到卫生间的镜子前，穆千羽这才发现自己的淡妆已经全花了，双眼也哭得微微红肿了。他打开冷水，仔仔细细地把脸洗干净。随后，穆千羽看着镜子里那冠绝灵州的容颜，沉默了几秒钟，才轻轻一笑，自言自语：苏无忌啊，苏无忌，你是不是觉得我太有野心，肯定不想陷入儿女情长，所以你明明为我做了这么多，却都不让我知道。你这样的男人真是让人纠结，讨厌死了。对着镜子微笑着说了几句之后，穆千羽的眼泪又流出来了。他平复了一下情绪，用冷水冰了冰眼睛，红肿也消退了一些。过了好一会儿，穆千羽才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他打开火鸡卫锅巴的聊天对话框，打了一行字：下午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想了想，穆千羽并没发出去，而是把这行字给删掉了，又重新打了一行字。又是请来了麦克斯韦和毕康集团，又是帮我拦住白旭阳，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要不你给我点建议？然而手指在发送键上悬停了好几次，穆千羽终于还是没把消息发出去。从来没有这么表达过自己的情绪。他又把这行字删掉，哪怕心中藏着千言万语，可终究只在对话框里化作了3个字：在干嘛？发完这条消息，穆千羽便一直看着手机，等着回复。可等了10分钟，苏无忌的消息都还没有进来。这家伙肯定是在打麻将呢。穆千羽干脆又给朴妍希发了一条消息：妍希姐，我想找你聊聊天。以往在有心事的时候，穆千羽总是会找朴妍希说说话，而今天他的心事则是前所未有的重。然而又等了10分钟，朴妍希也没回复。都在干嘛呢？穆千羽咕哝了一句，看着外面已经全黑了的天色，拿起了车钥匙，走出了门。他准备直接去湖滨分局找朴妍希倾诉一下心声。与此同时，在云烟湖边的别墅里，苏无忌洗完了澡，盘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这家伙大大咧咧的赤着上身，只穿着一条大裤衩，乐呵呵的看着电视。他的手机正扔在一旁充电，还没来得及看到穆千羽的信息。朴妍希也从主卧的浴室走了出来，拎着药箱下了楼。他刚刚洗完了澡，头发没有吹干，那黑亮的发丝还在潮湿的状态下，就用鱼骨夹给夹住了，露出了光洁细腻的侧脸和洁白修长的脖颈。一个姑娘的脖子是否够长，对于整体气质是很加分的。而朴妍希的脖颈恰是如此，笔直不前倾，肌肤也是细腻顺滑，几乎看不到一丁点的毛孔。苏无忌一直很想把嘴唇凑上去，用胡茬去轻轻蹭一蹭对方的脖子，然而他从来都不敢。朴妍希穿着一件黑色紧身 T 恤，绷得很紧，下半身则是一件还不到大腿中段的白色宽松短裤。她的衣服领口严严实实地贴在胸前，半点沟壑都没有露出来，哪怕黑色会在视觉上起到显瘦的效果。
但朴妍希的胸口仍旧会给苏无忌带来一种分量感，尤其是当这峰顶就在眼前的时候。此时朴妍希站在苏无忌面前，后者一抬眼便是又饱又满的曲肚，一低头便是2条又嫩又白又弹的大长腿。就算是闭上眼睛什么都不看，也会有沐浴液香气钻入鼻尖。这大晚上的真是让人不冷静。苏无忌在心中想着，他又不自觉地微微弓腰，拿过了一个抱枕挡在小肚子前面，避免被朴妍希看到自己的异样。我给你上药，忍着点。朴妍希坐在了苏无忌的身边，直接把他受了伤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己的大腿上，随后从药箱里找出酒精瓶和镊子棉球。从手背处传来细腻的触感，让苏无忌痛并快乐着。也不知道是不是太熟了，还是因为这种近距离相做发生了太多次，朴妍希似乎并未发觉自己的腿正和苏无忌的腿轻轻贴在一起。朴妍希仔细地帮苏无忌的伤口消毒，涂抹着药粉，看后者疼得直冒冷汗，不禁有些心疼。你以后多小心一些，不要总是把自己置于这么危险的境地里。苏无忌嘿嘿一笑，妍希你都叮嘱了好几遍了，就感觉像是老婆在啰里啰嗦的关心老公一样。朴妍希没理他，低着头正给他的双手缠上厚厚的绷带，就像是北极熊的2只熊掌。他这微微低头所展现出来的风情，让苏无忌有点看不够。朴妍希在苏无忌的胳膊上轻轻打了一下。可别乱说，你都有了千羽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苏无忌挑了挑眉毛，相信我在穆家在首都站稳脚跟之前，他绝对不会谈恋爱。朴妍希轻轻一笑，那可不一定。苏无忌看着朴妍希的白皙下巴，忽然恶向胆边生，伸出手来想要挑一下。然而就在苏无忌的手即将碰到目的地的时候，门铃忽然响起。此时客厅并没有拉窗帘，两人透过玻璃门正好看到了站在院子外的娇俏身影，赫然是穆千羽。苏无忌的手指瞬间僵在朴妍希的下巴前，